小米13 Pro、三星 S22 Ultra。小米13 Pro 呢是刚发布的中端手机，而三星 S22 Ultra 呢是1年前发布的旗舰手机。那么今天就来看看，通过这1年的发展啊，如今的中端手机和1年前的旗舰手机，它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同？而且这两台手机啊，在研发的时候，我估计还是有些渊源的。兄弟，怎么着，哥们儿？你说你当年12S Ultra 用的就是索尼的1英寸的感光器，那如今你的 Pro 系列它是个中端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家的2亿像素的感光器呢？你那个确实挺好，但是吧，我看你给别人家用了之后，那效果也那么回事儿啊。哎呀，人家是便宜手机嘛，我给你用肯定还有更好的呀。啊，对，这点我倒是相信啊。但是呢，索尼的感光器啊，比你的个儿大，方便宣传啊。别呀，哥们儿，你说咱俩这么好，你没关系，我不还有2镜头呢吗？还有超广角跟长焦呢吗？都用你的，都用那2亿像素的吗？啊，1:1，我靠！啊，当然了，以上呢都是我的想象啊，可能没有这个讨论过程啊，我就是瞎玩啊。正式测试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不过呢，摄影环节的照片啊，是台手机就能拍。重要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那么剩下的环节呢，就都是测试环节了。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之前都已经说过了。13 Pro 这边呢是主摄超广角，那相对于三星这边呢，它有一颗2.3倍的中焦啊，那就不是长焦了。那三星 S22 Ultra 那边呢，就是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13 Pro 虽然说在拍摄界面中多给了一个2倍的焦段切换按钮，但是这个2倍呢，它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它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那三星 S22 Ultra 的拍摄界面呢，就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了，对应的就是它前面说的4颗光学镜头。那下面就开始正式对比这两台手机了，咱们依然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两台手机主摄的参数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感光器面积是13 Pro 的更大，原生像素呢是 S22 Ultra 的更高。看实拍样片啊，小米那边我依然用的是我喜欢的徕卡经典模式。那色彩上呢，两边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的色彩呢？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主摄做的都不错。边角画质方面要提前说一下，13 Pro 的 0.9 倍才是真正的主摄的视角范围，1倍是数码变焦，是 0.9 倍的数码变焦。那么现在看到的对比呢，实际上13 Pro 已经是把4周裁切一圈之后的效果了。那么它的边角画质确实是比 S22 Ultra 的要强的。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颜色当然还是有区别的。你们还可以继续说说你们喜欢哪边的色彩呢？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啊，但是13 Pro 的暗部细节是有损失的。虽然说徕卡经典这个色彩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它确实会损失暗部细节。边角画质方面，依旧是13 Pro 的更优秀，那毕竟它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嘛，那不优秀就怪了。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13 Pro 是5000万，S22 Ultra 是1亿像素。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确实是三星的更强，而且13 Pro 很多画面都已经开始猜了啊，比如说房檐上面的花纹，13 Pro 很多都猜错了。S22U 还有一个1亿像素的增强模式，那在这个模式的加持下，解析力确实比13 Pro 要强得多了。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看呢 ，S22U 的感光器稍微大一点儿，但13 Pro 的原生像素呢却高很多。
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差别还是有的。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就说差不多吧，但是 S22U 的锐化稍微重一些。镜组的光学素质方面，两边就说是半斤八两，因为这两台超广角的视角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再来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同样的颜色的差距还是有的。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同样的也是 S22U 的锐化更重一些，看起来呢它更锐啊，但是暗部细节还是三星的还原更多。边角换摄方面，同样的两边下降呢还都是挺明显的 ，S22U 呢还多了些紫边。13 Pro 的超广角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呢，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啊，解析力虽然说稍微提升了一点点，但是这代价有点大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伪色啊，画面很难看。那再看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呢，13 Pro 的 3.2 倍相对于 S22U 来说呢，就算是中焦了。感光器13 Pro 的更大，原生像素也是它更高。长焦方面呢，那相对于 S22U 来说，13 Pro 就没有长焦镜头了。对焦测试上，13 Pro 的中焦镜头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对焦没有问题。那在对焦方面 ，S22U 的中长焦镜头是最让人放心的。现在是3倍对焦的效果啊，可以看到对焦非常的精准。那最恐怖的呢，是它这颗10倍镜头的对焦能力，那真的是相当的厉害。测试样片先从2倍开始对比，两台手机都是数码变焦，但是13 Pro 呢会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摄完之后再数码裁切。那么在解析力方面，13 Pro 的更优秀。3倍端的表现，13 Pro 是 3.2 倍啊，两边就都是光学镜头了。解析力方面两边都不错 ，S22U 的锐化还是稍微重一点。但是13 Pro 的中焦这颗 3.2 倍镜头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方面是明显强于 S22U 的。那10倍焦段就没有悬念了，13 Pro 呢就只能靠 3.2 倍的数码变焦了，解析力方面肯定是打不过 S22U 的10倍光学镜头的。这次的微距呢，咱们放在中长焦镜头后面。那是因为13 Pro 啊，它是可以用它那颗 3.2 倍的镜头来拍摄微距的。那 S22U 呢，就只能还是用超广角来拍微距了。这颗 3.2 倍镜头拍微距是非常理想的，可以看到最近对焦距离的时候，放大比就比 S22U 强。而且在拍摄这种竹叶的场景的时候啊，它照片的透视啊、景深啊，效果是非常好的。下面看前摄的对比，那可以看到13 Pro 那边的样张呢，拍的还是比较接近我本人的。实际上我的肤色呀，还有皮肤的稚嫩呀，是远远超过13 Pro 的。而三星 S22U 那边的拍摄效果呢，就把我拍得非常老了。那肯定是13 Pro 这边拍得更好啊。前摄录制方面，如果有做直播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环节啊，对你们比较有用。但是我觉得呢，肯定也是13 Pro 的更好。S22U 那边什么玩意儿啊，我这么水嫩。再看人像的对比，用的都是手机自带的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拍的。那么在肤色上啊，13 Pro 那边稍微有点偏红 ，S22U 无论是环境颜色还是肤色呢，都是比较接近真实环境的。两边拍摄效果都不错啊。那如果小女孩的话，可能会喜欢13 Pro 吧，但是我更喜欢 S22U 的人像效果。下面看直出宽度的表现，13 Pro 是徕卡经典、徕卡生动我都用了啊，哪个效果好我用哪个。从前两个场景看呢，13 Pro 的表现可以说非常不错，暗部细节可以按得下去，而且暗部中还有细节。但是从这个场景开始，13 Pro 的表现就不稳定了。那可以看到暗部细节的呈现是没有 S22U 强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还都不错。那这个场景亮部细节方面，13 Pro 又出现了问题。可以看到在细节呈现方面是没有 S22U 强的，而且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亮部细节跟 S22U 比还是差很多的。那这个场景主摄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暗部细节是没有 S22U 多的。而且亮部的晃眼的感觉也没有 S22U 强，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还是不如 S22U 啊，暗部细节还行，能按得下去，细节也有。在这方面的算法呀，13 Pro 还需要再精进一些。夜景拍摄13 Pro 用的是自动夜景， S22U 用的是直出。那13 Pro 呢，主要是忘了关自动夜景了。不过这台手机的自动夜景有的时候触发的不是很积极，比如说这第一组经典的标本场景，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明显没有直出的 S22U 多，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第二个场景13 Pro 的主摄在高光部分依然没有 S22U 强，那超广角还是如此。那这个场景13 Pro 的自动夜景应该是开启了，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亮部细节还有暗部细节方面跟 S22U 比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换了一个场景，它的自动夜景好像又开始懒惰了，还是亮部细节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没有 S22U 的直出强。又是一个大光比的场景，那这回13 Pro 的暗部细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又没有 S22U 的直出强了。13 Pro 两种徕卡模式我都用了啊，哪个好我用哪个。
那这个场景在自动夜景的场景里可以算是非常暗的了。那13 Pro 肯定自动夜景是工作了，那么主摄跟超广角两台手机的表现都还不错。暗光的城市道路上，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差不多，但是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S2U 强。这个场景要是说细节呈现的话，两台主摄是差不多的，但是颜色 S2U 的更好看，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S2U 强。好，祖传神助场景非常的暗啊，咱们打开夜景模式看，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的细节呈现都非常到位，超广角还是 S2U 强。健身器场所就非常的暗了，细节呈现开始出现差距。虽然说13 Pro 那边的细节也没说多强吧，但是可以看出来 S2U 的极限快到了，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 S2U 好。女流氓小象非常的暗啊，这回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13 Pro 的主摄在细节呈现上是比 S2U 强的吧。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 S2U 还是稍微强一点，但是除了评测它没别的用啊。最后一个场景祖传神树 Pro， 我惊奇的发现 S2U 在这个场景下居然拍出了非常多的细节啊，这点我之前是没有想到的。那主要还是因为冬天树叶太少，光线还是比较充足的。其实要不然 S2U 的夜景能力理论上是比不过英寸大底的13 Pro 的，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S2U 更好一点。视频录制依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1080p 30帧，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话，也是这个设置。那么现在是主摄走路防抖的表现，可以看到颜色是有区别的啊，这回反过来了，小米13 Pro 这边颜色更鲜艳了，两边的表现防抖清晰度都不错。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那从颜色和清晰度上来说，那肯定就是 S2U 更强了，13 Pro 那边的表现有点不太好。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啊，我感觉13 Pro 那边清晰度更高一些，而且颜色嘛也是13 Pro 我觉得更好。现在是3倍段录像的表现，13 Pro 是 3.2 倍，两边的表现都不错，清晰度防抖都还可以，但颜色呢这回是 S2U 更好看了。10倍录像的表现就没有悬念了，清晰度肯定是 S2U 强，但是13 Pro 它为什么画面会一直往上飘呢？我录了2遍啊，录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但是成片它都是这个效果，很奇怪。现在是主摄夜晚手持的表现，13 Pro 那边鬼影比较重，但是解析力可以看到是比 S2U 强的。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防抖跟白天比都是有下降的，但是总体上看啊，还是 S2U 更强。在工业设计方面，13 Pro 的设计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啊，没有什么大胆的地方。S2U 的设计嘛，大家都已经看习惯了吧？我问问现在还有多少人不喜欢，有多少人喜欢呢？两台屏幕的显示效果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啊，反正都是三星的屏幕。手机厚度方面，如果算上摄像头的凸起的话，那肯定是13 Pro 更厚一些。那毕竟13 Pro 的主摄更大嘛。行了，咱们赶紧总结一下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对比吧。至于硬件性能方面呢，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啊，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时光飞逝啊，1年就这么过去了。但是1年的时间呢，可以让数码硬件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看完今天的中端手机小米13 Pro 和去年的旗舰 S22 Ultra 的对比，大家有何感想呢？先说主摄吧，默认设置下两边的表现都没问题啊，但是高清模式 S22 Ultra 的更好。超广角白天的情况下13 Pro 稍微好一点点吧。那么这个评价呢是给了7万。虽然说它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挺好，但是伪色很重啊，希望小米后期在软件上下功夫。中焦13 Pro 更好，长焦 S22 Ultra 的好，前摄和微距13 Pro 的好，人像 S22 Ultra 的好。扩张度的表现13 Pro 有潜力啊，但是稳定性上还是要加把劲，和稳健的 S22 Ultra 比起来还不行。夜景的表现13 Pro 的主摄更强，超广角 S22 Ultra 的更好。录像的表现，如果13 Pro 的超广角能再好点，那就可以说跟 S22 Ultra 旗鼓相当了啊，互有胜负了，可惜呀。OK， 到结尾了，那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